Hey guys, welcome to my channel. 成都的夏天太热了，周末我和我爸妈去山里住了2天，这2天的生活很有意思，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如果大家对中国农村或者山里度假感兴趣的话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我爸妈经常去这个地方，从成都开车2个多小时，在山上很凉快，而且因为是农村里面，很安静，很自然。这里是一个很常见的山里度假的地方。这个山里有很多这样的地方，很多成都的年纪比较大的人，在夏天很喜欢去这样的地方。这些地方都挺便宜的，一个人住1天只需要150人民币，还包括早餐、午餐和晚餐。山里面住的地方一般环境都比较差，很湿。这一家店环境算是不错的，简单，但是干净。很多人上午去周围散步或者徒步，下午打麻将，晚上聊聊天，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退休之后，很多人喜欢这样生活。这是打麻将的地方，这里是厨房，老板正在准备菜。每天早上8点，中午12点，晚上6点，大家都会一起吃饭。每天的菜单也是老板决定的。每天吃的东西都会不一样。我们3个人至少有4个菜。这个是早餐，很典型的中式早餐。通常有蔬菜、鸡蛋、馒头和粥。这是午餐和晚餐，有很多山里的菜，老板自己养的鸡，还有自己做的豆腐。这里的菜真的非常好吃，而且每顿饭算下来可能才20多人民币，太便宜了。吃完饭，我们去周围逛了逛，附近都是山、森林。在大城市住的成都人很喜欢来这样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寺庙，给大家看一下木头做的老房子。山里面的房子很多都是这个样子，看起来非常的老，非常的旧，和大家看到的中国大城市的高楼完全不同吧。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地，会在地里面种一些蔬菜和一些花，或者养一些鸡和猪。我们走在路上，听到有当地人在院子里聊天，我爸就直接过去跟他们说话，然后大家就很友好的开始聊天了。我觉得在中国，想要跟陌生人聊天很容易，大家都挺热情的，挺愿意聊天的，尤其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。你们来中国的话，也不用害羞，试一试跟中国人聊天吧，应该会很好玩。这些是这里的村民住的房子，他们也会出来散散步。晚上我们吃完饭，有的人在坐着休息，有的人在跳舞，锻炼身体。
第二天，我们去了离这儿不远的镇上。镇是一个比城市小的地方，差不多是英语里的 town。周围农村的人会去镇上买东西。路上的风景也很好，都是山。这儿附近还有一个熊猫的公园。镇上有一个市场，卖很多不同的东西。比如说，这个人在卖酱油，还有很多卖蔬菜、水果、鸡蛋等等，很多都是农村的老奶奶在卖。这边还有人在卖肉，应该是自己养的猪肉。这里全是卖葡萄的。我觉得这个镇上的市场比成都的市场还要热闹，人还要多。可能是因为大城市里面很多年轻人都会在网上买菜，不会自己去市场了。这个婆婆只卖土豆。这边都是当地的蔬菜和蘑菇。这个全是面。我很喜欢去这些当地的市场，我觉得这样的市场很有生活气息，很温暖。中国大城市的人可能活在网上的时间太多了，出门买菜，跟卖菜的老奶奶聊天，看他们笑，感觉很开心。还遇到了当地艺术家，他自己用木头做的盘子，很好看。大家卖的东西都很简单，都是自己做的，或者自己家里的，就随便把东西放在地上，这样卖，也挺有意思的。从市场回来，我们去徒步了。中国山里面徒步的地方，很多都有这样的楼梯。可能外国人会觉得很好笑，觉得这个不是徒步吧？这个地方是茶园，在茶园里徒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。天气太好了，风景也非常美，而且一个人都没有。欧洲也有可以徒步的茶园吗？我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。大部分中国人不像欧洲人徒步那么多，可能偶尔周末去玩的时候，随便在山里走一走，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就算是徒步了。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在很大的城市里太久了，不太习惯去山里面徒步。这一条路很陡，还挺累的。终于到山顶了。山顶上是一个老监狱，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再使用了。中国有好多这样很美的自然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游客的地方，非常安静，感觉山里面只有我们。这个下山的路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走，楼梯上都长满了绿色。在下山的路上，我们遇到了很多没有在使用的地方，比如说这一个幼儿园，
中国山里面和农村里面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大家都搬去了附近的镇或者城市。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。这些黄色的房子都是一个叫做羌族的民族生活的地方。他们很多人也把房子改成了民宿，夏天游客会来住，来玩。比如说这里又是打麻将的游客，肯定又是成都来的吧。这里的房子很有这个民族的风格，在城市里面是看不到这样的房子的，只能来山里面看一看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想不想来中国山里住一下呢？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